有没有听说过爱琴海？是不是想到这3个字，你就会觉得无比的浪漫和向往？你有没有正在开始计划2024年的地中海邮轮行程呢？那EO今天就会跟你推荐一下2024年度地中海之爱琴海邮轮了。继续关注EO的频道，谢谢你。Hello， EO来啦，EO来啦！EO为了今天的主题特别装扮了一下，准备了道具。前往爱琴海怎么可以没有一杯好酒陪伴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哪怕你这一辈子没有去过，当说起这个地方名称的时候，你的脑中一定会有画面感。你只要去过一次，将终身难忘。10年前开始，EO就在温哥华本地的一个中文电台中呢主持一档旅行节目了，主要是以分享和讲解邮轮旅行为主题的。我记得做了这个节目大概5年之后，有一次我在邮轮上碰到了我一位听友，他很开心在邮轮上遇到我，并且可以现场来观看我的 presentation。他跑过来跟我讲，EO，我是你的电台节目的第1集的听众。EO，你还记得5年前你第1集的内容说的是什么吗？我当时就懵了，他马上提醒我，EO，你说的是爱琴海。可想而知，爱琴海在EO心目当中的分量了，其实不单单是我心目当中的分量。我相信所有热爱生活、热爱美好事物的人，心里总有一个位置是留给爱琴海的。打开希腊爱琴海的邮轮行程，你会发现这么多的邮轮行程，如何来选择呢？到底哪一款适合你呢？不用着急，EO把今天要介绍的行程分成了3个不同的种类：经济型、轻奢型和豪华型。这3种不同类型的地中海爱琴海邮轮行程，一定有一款适合你。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你才能够对号入座，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一个行程。如果是让我帮一位从来没有经历过地中海邮轮旅行的客户来规划他未来几年的欧洲地中海邮轮行程的话，那一个好的爱琴海邮轮旅行EO认为是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首先是到底要停哪一些港口啦。在我们想象到爱琴海这3个字的时候，你脑海中一定会出现蓝顶白屋的美景。当然了， Santorini 圣托里尼岛一定是你整个爱琴海邮轮行程中不能够缺少的重要一站。而整个爱琴海是由超过2500个岛屿组成的。那又回到最早我们的话题，又会觉得坐邮轮来这一趟爱琴海旅行，它的性价比远远超过了你走陆地行程。如果你问我在希腊小岛中最让我流连忘返的是哪一个岛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它叫做 Mykonos。可能听到这个名称会让你有一点点陌生，但是当你到达 Mykonos， 它给你带来的梦幻景色，你就会知道说，它也是圆你希腊爱琴海之梦的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我心目当中，2个重要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场景，一个当然是浪漫的白色小屋和蓝色屋顶，还有就是神殿了。停靠希腊雅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如果希腊爱琴海大部分给你带来的是清新亮丽感觉的话，我觉得在整个爱琴海邮轮行程中，一定还需要一个重口味的加持。一场完美的邮轮旅行，也有觉得它应该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电影画面中穿梭。所以在爱琴海整个邮轮行程当中，如果可以停靠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就会觉得那将是一个完美的画面。10几年前我搭乘的邮轮第一次停靠在伊斯坦布尔港口的那一刻，打开我阳台房门，这个时候刚刚好从远处传来了悠扬的音乐，其实是当地人每天固定的祈祷的时间到了，而我当时幼稚的以为这是为了迎接游客而播放的当地的民族音乐。突然之间会有一种进入到了某一部电影、某一个场景的一个不真实的感觉，好像只有做梦的时候才会有一种魔幻感。在看我这个视频的有很多观众都去过土耳其，到达过伊斯坦布尔，可不可以在我底下的留言板留言告诉我，你刚刚登陆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到底是
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会不会有当初的这样的一些奇怪的感想呢？说到这里，你肯定非常非常的好奇，EO到底会推荐哪3个2024年度的地中海爱琴海的邮轮旅行行程呢？很多的网友来问我，EO到底哪一个行程才是最好的？我说没有最好的行程，只有最适合你的行程。那你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找到那个最适合你的来对号入座吧。首先是经济型的航线推荐了。说到经济，欧洲当地的邮轮公司肯定是比较占优势了。成立于1854年的意大利邮轮公司 Costa 在2024年度派往爱琴海的 Fortuna 行程着实让 EO 眼前一亮，价格更是一亮。那 EO 就带大家打开 Costa 邮轮公司的官方网站来看一看这个2024年可谓最便宜的8天爱琴海邮轮行程吧。这样的船票价格真的很难不让人心动啊。2024年的6月至9月之间，几乎每个星期都有这样的航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选择 Costa 这样的欧洲邮轮品牌哦。如果本身并不在意豪华邮轮设施、高级服务的观众，你只是把这一趟邮轮作为自己爱琴海旅行的交通工具，这将是你最经济的选择了。行程不单是从希腊雅典上下船，一模一样的路线，居然还可以选择从伊斯坦布尔上下船。你完全可以根据你自己对于上船前、离船后想要停留增油的选择，或者根据你当地出发飞机票的便捷程度来选择这2个行程，你到底选哪一个？那也有需要提醒你的是，并不是每一站都是完全一模一样哦，中间会有一些细微的小变化，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喜好自由选择。一向 EO 对于自己的粉丝宠爱有加，那特别为搭不惯欧式邮轮的观众准备了多一个的经济型选择。爱琴海经济型航线推荐 No.2，Norwegian Cruise Line NCL 真的是对他恨不起来，虽然他到今天为止还是各大邮轮公司小费收的最贵，服务还在缩减的那一个，但是在爱琴海航线上 Norwegian Cruise Line 2024年度走出了EO我认为巨型豪华邮轮可以走的航线的极致了。从2024年的6月25日开始到2024年的9月29日之间，希腊爱琴海邮轮的站停航线我真的叹为观止，一架14万多吨的邮轮居然可以走出这样的航线编排。首先，这个航线完美的规避了晕船的风险。航线中，每天晚上这一条14万5千吨的巨轮带着4000名乘客，从一个港口静悄悄地漂移到下一个港口。其中最让我惊艳的部分就是伊斯坦布尔，它居然可以让乘客停留 overnight， 就算你打算夜游土耳其，流连忘返都不会错过邮轮的起航时间。那到底适合哪一类的人群呢？不怕苦不怕累的邮轮旅行者们，你听好了，因为每天上岸的强度不小，邮轮吨数又大，个别港口的停泊需要搭乘小艇来接驳上岸，因为乘客人数多，特别是靠岸后下船观光都是比较费时间的一件事情。虽然没有海上同乐 SC 来浪费时间，在同时你也失去了可以全天摊着享受悠闲邮轮时光的机会。如果你对于享受邮轮惬意时光特别看重的话，这个航线你可要慎重选择了哦。2024年爱琴海邮轮推荐轻奢型。比起14万多吨的巨轮，小巧精致的 Celebrity Infinity 9万吨的身材是我搭乘过邮轮的最舒适的尺寸了。如果您不是对新船上瘾，也无所谓是否有那些炫酷的设施，不喜欢太过热闹和嘈杂，哪儿都要排队，又比较注重邮轮服务食物的品质，
其实稍微花多一点点钱就可以在 Celebrity Infinity 上享受到了。我把它列为2024爱琴海的轻奢推荐。当然，行程编排也必须是可圈可点。2024年度 Celebrity Infinity EO 所推荐的爱琴海行程，它可只走4站哦，分别是4月26日、5月6日、9月9日和10月7日。如果您对这个行程和这一条船有兴趣的话，动作可一定要快一点哦。如果你想问 EO 整个爱琴海什么时间段才是气温最宜人的，请记住 Celebrity Infinity 选择的日期就是温度最适合的啦。也同样的，在伊斯坦布尔会停靠 overnight 2天1晚的停靠，足够你把这个城市看个清楚了。2024年度地中海之爱琴海行程豪华版推荐。讲到豪华型地中海小海域航线，怎么可以少了 Oceania 邮轮公司的身影呢？追求完美细腻的航线编排，精致高品质的美食，接近1:1的服务体验，搭过 Oceania 邮轮的观众自然不需要我多说。而没有搭过并且手头还比较宽裕，又希望寻找一个尝试 Oceania 邮轮的观众，可需要快一点下手哦。因为 Oceania 邮轮的航线编排特色是几乎不走回头路，你想去的那个行程可能1年就走这么一趟，想订到比较相宜的价格也真心需要早一点下手。更何况现在 Oceania 有推荐的爱琴海航线正在特价中，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行程的特别之处吧。Oceania Riviera 总共17天的邮轮行程，就像刚刚又说的，1年就只有这一个船期，10月8号至10月25号。但你知不知道这样一个17天的行程有3种不同的玩法？如果你时间紧张，预算有限，你可以只购买从10月8号至10月15号的头8天7晚的航线，伊斯坦布尔上船，穿越整个爱琴海之后，来到希腊的雅典下船，或者是参加后10晚的行程，10月15号至10月25号，从雅典上船，中间伊斯坦布尔依然是 overnight 的停靠，最后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下船。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它停靠的城市其实是距离威尼斯城2个小时距离的 Trieste。 如果你是有钱有闲有心情的话，不妨把这17晚的行程从头到尾的参加一遍，不单单可以去到爱琴海，还可以去到克罗地亚哦。在刚刚又推荐这个行程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过2024年的 Oceania 的这一个航线刚刚好正在做特价。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特价的内容吧。你可以在所有的航线上看到买2送1的字样，如果大家都有，这就没有什么新奇可言。免费的往返飞机票和 Airport Transfer， 别忘记旁边可打了一颗小星星哦。好，那意思就是并不是所有城市出发的航班都能够送，不是所有价格的船票都能够享受这样的优惠。高达$1400的岸上观光团的 credit， 记住了，你只有订购岸上团的时候才能使用哦。船上的香槟、酒和饮料，免费的 specialty dining 和免费的无线 WiFi 上网。虽然邮轮公司大方的列出这些条款，但你并不是每一项都能够享受得到。这个 depends 你到底订购的是什么样的房间，购买的是什么样的价格。
无论你是不是在2024年有去地中海、希腊、土耳其、爱琴海的邮轮行程计划，哪怕你并没有这样的计划，我希望已有今天的节目是给你画了一个美妙的饼。我希望下一次当我们捧起这杯酒的时候，我们是晒着爱琴海的阳光，看着蔚蓝的大海，享受着我们的旅行人生。如果你正在计划2024年坐邮轮到底应该去哪里，那就一定要记得关注已有的视频，邮轮旅行不迷路。拜拜。